学完工具之后，最重要不是记住了功能，而是把它变成你自己的作品。你需要的是一套可重复使用的 prompt recipe， 而不是每次重新乱试。请看这个流程图，我们从 prompt 开始，然后设定参数，得到输出，如果需要就修正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可重复的循环。把 prompt 拆成几个固定栏位，主体、风格、镜头、光线、构图，再加上你常用的负面提示。例如，同样是人像，写清楚身份、情绪、场景与光线，效果通常会稳定很多。每个 recipe 最好写下用物、版本、关键词和成功结果，方便之后直接复用。你可以把档案分成测试、成功、最终版本3个资料夹，让整理变成工作流程的一部分。作品集不用大，先做一个小而完整的系列就够了。建议先收3到5个方向，例如角色、场景、主视觉、系列风格，让观众看到你的范围。每张作品旁边都可以附一句说明，你用了什么 prompt， 怎么改，最后学到了什么。比如这张作品，我用了生成式 AI 工具，然后我调整了颜色，晓得如何控制细节。如果你对动画有兴趣，可以把静态图延伸成短片，像是角色微动、镜头推进或短故事分镜。在商业应用上，你可以做产品图、广告素材、社群视觉，甚至提案用的概念图，这些都能帮助你更好的行销产品和进行商业提案。如果你想更完整的建立能力，可以再进一步学完整20小时课程，把基础、进阶和实战接起来。下一步可以往工作流控制、局部修图、生评、风格一站性这些更实战的能力前进。今天就先做一件事，整理3个 prompt recipe， 再完成一个小系列。当你能稳定产出，就不只是学会 AI， 而是开始建立自己的作品与方向。